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厉元义先生所著的《有趣到无法入睡的内脏脂肪图解》这本书。内脏脂肪与代谢综合症密切相关，会引发各种生活习惯疾病。本书详细介绍了几种简单易行的内脏脂肪减肥方法。通过掌握内脏脂肪的特性，我们能够有效地防止其过度堆积，进而享受更加健康的生活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减少内脏脂肪不需要运动；第二，惊人有效的瘦腹饮食法；第三，轻松减少内脏脂肪的生活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减少内脏脂肪无需运动。第一个要点是为什么会中年发福？内脏脂肪，顾名思义，是堆积在内脏周围的脂肪。人体中大约有20%的成分是脂肪。脂肪分为3种类型：内脏脂肪、皮下脂肪和异位脂肪。皮下脂肪存在于皮肤下方，通常在腰部和大腿堆积，能够帮助我们保持体温、储存能量，并保护身体免受外界的压力。而异位脂肪则沉积在不应存有脂肪的部位，如肌肉或器官中，对健康极为不利，被认为是隐形肥胖的罪魁祸首。内脏脂肪不仅是让肚子凸起的罪魁祸首，它还会释放有害物质，给健康带来潜在的威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肌肉量会逐渐减少，脂肪反而更容易堆积，从而导致了我们常说的中年发福现象。第二个要点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元凶。当我们谈到体脂肪增加的原因时，很多人首先会联想到摄入过多的脂肪类食物。虽然脂肪的摄入确实是一个因素，但更应该关注的是过量糖类的摄入。研究表明，与脂肪相比，糖类更容易转化为体脂肪。这是因为当摄入过多的糖类时，血糖水平会迅速上升，促使胰岛素大量分泌。多余的胰岛素不仅能帮助调节血糖，还会作为肥胖激素促进脂肪的合成，最终导致内脏脂肪的堆积。因此，像米饭、面包、意大利面等富含糖类的食物需要适量的控制。作者厉元医生在他的诊所建议，男性每天的糖类摄入不应该超过250克，女性则不超过200克。然而，根据一项针对1000名20至60岁男女的饮食习惯及糖类摄取量的调查显示，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超出了这一标准，尤其是那些注重控制卡路里摄入的人，往往糖类的摄取量反而更高。这表明许多人误以为肥胖主要是由卡路里过多引起的，而忽视了糖类的潜在危害。第3个要点是，肥胖是血清白蛋白不足的原因。肌肉是消耗大量能量的重要组织，人体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中，约有30%到40%是由肌肉负责消耗的。肌肉还可以将脂肪转化为能量，因此肌肉量越多，越容易保持苗条的体态，也更不容易发胖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有效增加肌肉呢？除了进行力量训练外，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也至关重要。衡量蛋白质摄取是否充足的一个标准是血清白蛋白的数值。理想的血清白蛋白数值应在5.0到5.3 gdl 之间，而只要达到4.4 gdl 以上，肌肉就能开始增长。数值越高，代表身体状况越健康，寿命也会相应延长。如果血清白蛋白低于3.6 gdl， 则可能会导致身体机能的衰退。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通过内科、消化科、糖尿病科等科室或体检中的血液检测来了解自己的血清白蛋白数值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惊人有效的瘦腹饮食法。第1个要点是通过少糖饮食迅速减少内脏脂肪。如果你想有效减少内脏脂肪，推荐尝试一下少糖饮食。这种方法不需要完全戒掉米饭或面包，也不像卡路里限制法那样严格，因此您依然可以享用高热量的肉类、鸡蛋以及黄油等乳制品。具体做法是，将每天的糖分摄入量减少约15%。例如，男性每日糖分摄入的目标是250克，女性为200克，只需少吃1口米饭，
就能有效减少大约15%的糖分摄入。在用餐时，使用稍小的碗可以帮助减少糖分的摄取，同时不会让人感到食量不足。在外出就餐时，养成减少米饭量的习惯。在选择主食时，尽量选择富含食物纤维的食品，如用玄米或杂粮米来代替白米，或者选择黑麦面包或全麦面包来代替白面包。这些食品不仅富含纤维，还更加耐嚼，有助于控制糖分的摄取。第二个要点是减少内脏脂肪的2种食物，这里推荐2种有效减少内脏脂肪的食物：罐装青花鱼和纳豆。罐装青花鱼富含 DHA 和 EPA， 这2种必需脂肪酸对减少内脏脂肪非常有益。在持续摄入6周后，内脏脂肪将会显著减少。由于 DHA 和 EPA 无法在体内自行合成，必须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。而罐装青花鱼的价格实惠，且能提供接近每日建议摄入量的 DHA 和 EPA， 非常适合日常食用。纳豆则是另一种对健康有多种益处的食品，富含多种能减少内脏脂肪的营养成分。纳豆中的黏滑物质纳豆激酶有助于防止血液凝固并溶解血栓，血栓多发于夜间至清晨，因此建议在晚餐后食用纳豆。此外，纳豆的主要成分大豆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和植物蛋白，能够延缓糖分的分解和吸收，促进脂肪的代谢，是理想的预防肥胖食品。第三个要点是，1勺醋就能击退内脏脂肪和身体不适。醋中的主要成分醋酸具有抑制脂肪合成并促进脂肪燃烧的作用，同时还能防止饭后血糖升高，预防高血压，缓解疲劳等。根据一项研究显示，肥胖人群每天早晚各饮用含有1勺醋的饮料，在连续12周后，内脏脂肪平均减少了约 5%， 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下降了 18.2%。为了获得醋的健康效益，每天摄取1勺醋即可。不过，直接饮用醋可能会刺激喉咙或胃黏膜，因此建议将醋稀释5到10倍。您可以将醋分次少量饮用，或添加到纳豆或其他日常菜肴中。无论是米醋、苹果醋还是黑醋，都有同样的效果。挑选你喜欢的口味即可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轻松减少内脏脂肪的生活习惯。为了减少内脏脂肪，在日常生活中控制碳水化合物摄入和适度运动当然是件好事。即使只是1周的时间，生活习惯的改变也能带来明显的数值改善。这是因为甘油三酯的水平会受到3天前饮食的影响。因此，如果您在体检前1周开始注意饮食，其数值就能有所改善。相比之下，血压和胆固醇值则受到1个月前饮食的影响，因此需要提前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来调整生活习惯。在这里，我将为您提供一个健康体检前1周的生活习惯改善计划。这个计划分为饮食和运动2篇。首先是饮食篇，请大家遵循以下5点：1、先吃富含食物纤维的蔬菜、菌类、海藻等食品； 2、将饭量减少至平时的 90%； 3、每一口多咀嚼10次； 4、晚上10点后不再进食； 5、控制糖分和酒精的摄入。接下来是运动篇，同样有5点： 1、每天比平时多走30分钟； 2、尽量减少抽烟； 3、尽可能避免使用自动扶梯和电梯； 4、减少生活压力； 5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正如您所见，不需要去健身房进行激烈的运动，只需稍微调整一下日常生活习惯即可。此外，为了减少内脏脂肪，增加肌肉来消耗体内的糖分和脂肪非常重要。肌肉越多，基础代谢率就越高，从而让减肥变得更加容易。因此，适当的运动必不可少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样的运动最合适呢？特别推荐的是锻炼大腿和臀部等大肌肉群。大肌肉的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能量的消耗。作者推荐的运动是慢速深蹲，其方法非常简单：1、挺直站立，双臂交叉于胸前或向前伸直； 2、花5秒时间一边呼气
一边将臀部向后推，慢慢弯曲膝盖，注意膝盖不要超过脚尖。3、当大腿与地面平行时，花5秒时间，一边吸气，一边缓慢站起。这一过程算作1组。在站立时，膝盖不要完全伸直，保持微弯的状态，然后重复弯曲的动作。每天早晨做5次，全天进行2组即可。正确的姿势非常重要，只要集中注意力，感受肌肉的受力，你很快就会看到效果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